我以为只有把最全最复杂的交易指标全部考虑在内才能赚到钱一样，最后证明我是错的。好在我悬崖勒马，及时反应过来，并从 DeepSeek 底层逻辑中获得的启发。DeepSeek 凭什么在绝境下打穿了行业垄断？它最大的颠覆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绝不教 AI 怎么去思考。它抛弃了人工喂养的一个复杂逻辑，只给出一个极其简单的奖励函数，让机器在庞大的算力里去疯狂试错，最后反而呢涌现出了顶级的智慧。简而言之，就是极简的规则逼出了极度的复杂，这让我恍然大悟。所以我彻底砸烂了以前写的几千行的代码，放弃去教系统怎么赚钱，而是把交易逻辑极度压缩成几个干瘪的参数，然后用Go语言拉满多线程高并发，在后端建立一个造物主级别的 GA 遗传进化引擎。这一步呢叫做把小做大。我不写复杂的策略，只是定下如死神一般的淘汰法则，让成千上万个策略的基因在算力里互相厮杀。那么这期视频就带你们走进这个实验室，看看真正的交易圣杯是怎么被算力硬生生给逼出来的。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进化的本质是生存哲学，而不是找最高点。进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在长达10年甚至20年的极端市场环境中，不管暴涨暴跌，寻找胜率与摩擦成本的完美极值点，并且呢，保证在任何一个时间窗口内至少能够活下去。算法要淘汰那些在某个时间窗口期回撤过深的参数组合。在系统中呢，每一个交易策略的个体都是一串由浮点数和整形构成的基因序列，基因会被严格划分成2大功能组。第一个是宏观基因，负责大周期的生死底线，比如在这个阴跌的熊市里，你的子弹多快打完，你至少要保留多少绝不动摇的现货，以应对可能出现的2级反转。第二个叫微观基因，负责分钟级的厮杀。我引入了一个偏微分方程，去测算系统对价格引力的权重、对速度的敏感度，以及对行情反转加速度的响应速度。宏观基因负责活下来，微观基因就像一个狙击手一样，负责精准爆头。这是我当前盈利系统的核心算法。为了简化计算呢，我做了一些数学上的处理，比如1阶求导和2阶求导。详细的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尽量下期或者下期出一下啊。好，当我们有了成千上万个基因之后，怎么筛选？这就到了整个 GA 算法最残酷的部分，适应度函数。在这个系统里面，适应度函数就是死神。与 DeepSeek 类似一个基因序列是存活还是淘汰，完全由它的 score， 也就是综合得分决定。你以为收益高就能活下来？错。死神的镰刀是全悲观的原则。你的基因让你在10年里频繁交易了2万次。你的订单不长，不符合虚拟交易所的规范。你靠死扛过了大跌，赚了钱。只有在这套极其严苛、布满摩擦力和滑点的绞肉机里面活下来，才是最后的真神。为了防止这些活下来的基因只是碰巧适应某一段牛市，死神还会进行时空的切割，把近10年的 K 线切碎，在训练集里面厮杀。测试集是完全把时间段切块，然后打乱顺序的一个训练集。整个环境与遗传的算法呢，就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顶层的环境与领地模型，它是一些造物主定下的物理法则或者是选拔标准一般是不参与种群内部的交叉和变异的。在一次完整的进化纪元中，它是绝对静止的，只有在纪元更替的时候，才会用上一轮的这个冠军种子去稍微调整环境。比如就是上个纪元选出来的这个种子，虽然收益很高，但回撤相对较大，于是呢，就下个纪元可以调高回撤惩罚，试探这个冠军的抗造性。而底层的战斗种群基因呢，是在合理的物理边界内随机生成的，是成千上万个携带不同的参数和阈值的结合。这种基因看这张图基本上是延续这样一套规则，先是初代生成，然后基因保留，就是说每一代的综合得分排名前 5% 的绝对基因将会完整无损的克隆到下一代，然后会交叉繁衍，将高胜率的宏观基因和高敏捷的微观基因进行交叉，尝试诞生完美的形态。最后就是破坏性的变异，每一代赋予 1% 到 5% 的基因强制突变的概率，
以打破局部最优解，探索系统未知的用 Web Coding 写出这套系统的。首先，这是仅限于 Cursor 的Cursor 的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用法。先切换成 Plan 模式，一定是切换到最高的模型 Ops 4.6， 把我们那个进化与回测的这个文档喂给它，然后告诉 AI 基于上述需求，做一个高度指导性且没有幻觉的详细到只需要机械执行的 code 改造计划。出改造计划的过程中，这一句是最重要的请不断对我进行追问，直到你认为没有任何疑虑，绝无幻觉为止。请注意，这是做一个高度指导性且没有幻觉的详细到只需要机械执行的 code 改造计划，而不是写代码。这一段 prompt 喂给他，这是Cursor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用法，能用非常低的 token 消耗，几乎达成 Cloud 的编程的效果。OK， 我们等待 AI 的一个分析，然后不断的去回答它的追问。我们都应该听过问题驱动开发，对不对？就是不断的对 AI 进行询问、追问。这一套方法呢，我称它为回答驱动开发，就是我们不去问 AI 问题，逆向思维，让 AI 来不断的问我们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幻觉和信息不对称。至少目前我跑了几个大的改造下来是很少出现幻觉的。当然，这篇进化回测的文档我也会分享到谷歌文档中。很快，这个 Cursor 分析完之后，就开始问我们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定要认真回答，这也是逼迫我们自己必须对需求有足够的了解，不能乱答。这里快速带过一下，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完之后呢， Cursor 就会生成一个完整的 code 改造计划。你看，整个计划就已经构建好了。这个时候要注意把模型切换到 Composer 2，就是非常便宜的模型，切换到这个，然后 build 就行了。看一下这个计划你看它每一个地方 OK， 代码要写在哪里，做哪些修改，全都是描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这样的计划，它可能会有幻觉吗？几乎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再看一下我们刚才做了这么多，问了这么多问题，看一下实际消耗的 usage， 看到没有？173万，加上这里总共也就耗费了173万。而如果我们使用 Sonnet 去进行一个类似体量任务的编程，要消耗多少呢？这是我试过的，要消耗3000万的 token， 这个等于省下了90%的 token 消耗。你看就开始写起来了，非常快，速度非常快，因为有一个如此详细的，哇塞，你看已经是1、2，马上到第3了，速度非常之快Composer 2只需要无脑去按照 Plan 里面的指令去执行就可以了。好了，已经写好了前端接上接口以后就可以跑起来了。现在后端算你已经在进行基因寻优的任务，看看能不能找出优质的基因。OK， 我刚随便跑了一下，跑出了一个结果，近6个月的收益非常非常高，看上去有过拟合的嫌疑。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基因回测的算法确实已经跑通了，然后也能够输出一些参数。看到这种收益，肯定很多人会说你这绝对是陷入了过拟合的陷阱。那么我的回答呢，会有点离经叛道首先，我的系统刚刚已经介绍过，是做了一个类似于蒙特卡洛的算法，同时把历史时间段的这个 K 线数据切片打乱。这个步骤呢，其实是已经很大程度的缩减了过拟合的可能。那另一个方面呢，我认为既然我们是借鉴了 DeepSeek 的评分的机制，那么这套系统的目的就是寻找独特的规律，用算法来找到那个规律参数。这个参数也许是过拟合，也许没有，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参数是用来调优的，但策略本身赚不赚钱，由什么决定呢？ You don't need to be a genius in what I do. That's the good thing about it. Do you need? You need the right orientation. 你看，连巴菲特都告诉我们，方向比努力重要。而在量化交易里面，宏观方向会降维抹平微观的拟合原罪。传统的交易系统之所以极度恐惧过拟合，是因为
交易的是外汇、股票这种长周期均值回归的资产，胜率呢常年在 51% 增长，稍微一点拟合加上杠杆就会爆仓。但我的系统呢是基于那个绝对上涨趋势的宏观大背景下的。宏观上，我认为我通过自己的一个方向选择，给这套系统注入一个极其强大的正向贝塔。而在这个超级上行的正向贝塔中，我认为过拟合根本不是什么事儿，只不过是特定地形下的一个极限的效率。只要方向是对的，遗传算法在近6个月找到了一个变态的赚钱姿势，哪怕未来地形变了，在宏观大趋势的托底下面，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少赚一点，绝对不会死掉。机位算法的本质，它就是用来发现物理的极限的，它就像一个盲眼的造物主一样，在亿万种参数组合的黑暗森林里不断碰撞。第三，交叉变异本身是自带天然的免疫力的，之所以叫进化，就是因为那些靠强行拟合近期 K 线的脆弱基因，在与其他基因进行交叉的时候，就会瞬间被打碎，然后能经历几十代、几万次繁衍，最终活下来的这么一个古王基因序列里面，必然包含着对抗未知风暴的通用韧性。它能在10年长周期里活下来，又能在6个月里爆发出极限收益，这本身说明它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懂战略防守又能在局部战役中极限杀戮的特种兵。我不想去阉割这只刚刚展现实力的野兽，宏观的背景已经定了，那就让这套纯粹的算法疯狂推演，让算力燃烧，去碰撞那些人类研究员一辈子都想象不出来的幽灵参数，看一看我们的新一代的股王最终会进化成什么形态。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这一期呢，我们讲的是怎么把小的东西做大。下期呢，我会阐述一下我使用的具体的策略，详细的演示一下怎么把大的东西做小，把复杂的策略呢做简单。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加关注，并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意见，谢谢大家。我是可乐，我们下期见，拜拜。求关注。